沙漠玫瑰一直不开花，可能是没满足这几个养护条件，及时纠正，线蕾开花越开越多。你养的沙漠玫瑰是不是自从买回来一直没有开过花？你养的沙漠玫瑰是不是只有一根细细的杆子？你养的沙漠玫瑰是不是还会经常掉叶子？很多人养护沙漠玫瑰都集中有2个问题，一个是不开花，一个是肚子不大。虽然你平时也细心照料，但是养护的几个关键条件你没有做到，所以无论你多用心，它也不会变成大肚子，也不会开满花。大家好，这里是花花世界的频道，花花干啥啥不行，养多肉第2名。今天帮粉丝们解决沙漠玫瑰就是不开花的问题。其实促使开花的条件有6点，第1点是肚子变大的关键，第5点可以说是养护条件里面最重要的内容。一起来看看吧。1、修剪和促花。沙漠玫瑰的枝条长到30厘米长的时候就可以修剪了，一般就每隔2年左右修剪一次。修剪时间是春秋季节，对沙漠玫瑰进行修剪的时候，它的切口处就会流出一些有毒的汁液，要避免碰触，也要避免误食。双手如果碰触了汁液，要及时用肥皂水清洗，不要触碰到眼睛和嘴巴。修剪后伤口别沾水，每隔枝流15厘米以上。修剪后补充磷酸二氢钾，兑水1000倍往盆土里浇灌。这些操作都是在春秋季节完成，不要害怕把沙漠玫瑰的花枝剪掉，只要温度适宜，它4季都可以孕育花朵。掌握修剪的技巧，适当控水，给充足的阳光，土里也有磷钾元素含量较多的缓释肥，这些都是促进沙漠玫瑰开花的因素。做好这几点，第2年就有机会看到沙漠玫瑰孕育花朵了。2、土壤和容器选择。很多人养不好沙漠玫瑰，很有可能和适合栽培的土壤有关系。它一定要用一些排水良好的沙质土进行栽培，它是肉质根植物，水多或盆土排水不好，就很容易出现烂根的情况。我在栽种沙漠玫瑰常用的配土方案，就是用粗沙、颗粒石和泥炭土以5:3:2的比例混合。第2种配土方案就是用泥炭土、粗沙和珍珠岩以4:4:2的比例混合，2种配土方案都是比较好的。这些土壤没有什么肥力，需要在土壤里混用一些磷、钾元素较高的缓释肥，哪一个品牌的都可以。沙漠玫瑰也可以选择普通的多肉专用土进行栽种，但就要注意控制浇水的频率，土壤没干透之前，不要给它浇水太多。有些朋友栽种沙漠玫瑰时，会在土壤中混入大量的粗沙70%，再添加一些细沙和菜园土25%，适当在底部混用一些腐熟的羊粪肥5%，也可以将它种得很好。但这种方法比较适合在户外栽种，因为毕竟是有机肥，如果没有发酵完成，有可能会有异味，产生肥伤。栽种沙漠玫瑰的花盆不要太大，它会比较喜欢紧凑一点的容器。如果花盆太大，土壤太多，反而会导致土壤里的水分没办法迟迟挥发完，就容易引起烂根。花盆底部或侧面要有较多的排水孔。3、给予多点直射光。栽种沙漠玫瑰的环境要有充足的光照，每天至少有6至8小时以上的直射光。在夏天温度超过40度以上，就需要适当遮阴，其他季节要给予尽量多的直射光。如果光照不足，很容易导致沙漠玫瑰的植株徒长，叶子很容易发黄掉落。在夏天，沙漠玫瑰如果是露养在户外，那要给它拉上遮阳网，起码要遮光30%左右，对它们生长就有帮助。如果是刚刚买来的幼苗，或者是刚换盆没多久的盆栽沙漠玫瑰，都不要一下子暴晒，要逐渐见光，起码要2-3周之后才能给足光照。4、养护的温度。沙漠玫瑰是一种比较害怕寒冷的多肉植物，它最低养护温度建议维持在7度以上。冬天的温度如果能维持在10度以上，它肯定就能安全越冬。温度低于15度以下，它基本就停止生长了。最佳的生长温度是在20至35度之间。沙漠玫瑰在热带地区是可以1年4季都可以孕育花朵的，温度达到22度以上就可以孕育花朵。如果环境的温度达到40度以上，那肯定要遮阴了，还要适当避雨，否则也是容易出现烂根的情况。沙漠玫瑰盆栽在冬季要控水，低温会掉叶子，注意多给光照，保持温暖。5、浇水的时机。
沙漠玫瑰本身是一种多肉植物，它的根茎底部是略微膨大的，它对水分的需求就比较少，避免浇水过多，特别是在休眠期间，比如冬季温度过低，或者夏季温度超过40度以上，这个时候都是要控制浇水的。每次给它浇水之前，都可以检查一下盆土的干湿状况，土面已经干得发白了，再给它补充水分。千万不要相信多少天给它浇水一次，不同的季节，栽培的土壤不同，浇水的频率也是不一样的。在夏天炎热的时候，如果温度超过40度以上，而且天气晴朗，最好是在太阳下山之后再给它浇水。如果是在冬天，夜晚的温度比较低，最好是选择中午的时候给它补充水分，且要控制浇水的频率。6. 施肥技巧。养护沙漠玫瑰并不是要频繁施肥，一般只需要在春秋天气凉爽的时候偶尔给它补充薄肥，一般是每隔1个月给它补充一次稀薄的肥水，普通的氮磷钾平均的水溶肥通用型就可以了，浓度是平常的1半，或者是减少一点点。另外，可以在春秋季节各给1次缓施肥，施肥的时候要避开根茎，宁少勿多，以免烧伤沙漠玫瑰的根系。不要用大花盆种沙漠玫瑰，实在不行可以套盆养护。如果是生长比较正常的沙漠玫瑰盆栽，一般就是每隔2年换盆1次。如果是幼苗，在前2-3年建议不要换盆，就养在较小的花盆里，它的茎底部需要不断吸收水分，才能逐渐膨大。有些人贪便宜买来的沙漠玫瑰幼苗，底部的根茎没有膨大，那也是正常的，需要慢慢养护，等它生长成熟之后也会膨大，照样可以开花。7. 繁殖建议。沙漠玫瑰其实也是可以接种的，它不能用自己的花粉授粉，只能通过异花授粉接种，所以想要让沙漠玫瑰正常孕育种子，还是要种多几棵沙漠玫瑰，且要保证它们能够同时开花，这样才能用异花授粉的方法促进孕育种荚。平常我们自己繁殖沙漠玫瑰时，一般都会用枝条扦插或高压繁殖的方法，比如用高压繁殖就要选择在春夏季节，枝条扦插繁殖则要选择在春秋季节。沙漠玫瑰小知识科普：如果仔细观察沙漠玫瑰的叶子，会发现它和夹竹桃的叶子是差不多的。夹竹桃和沙漠玫瑰是有一定的亲缘关系的，它们都是属于夹竹桃科的植物。沙漠玫瑰是天宝花属的一种常绿的半落叶小灌木，低温是叶子不断发黄掉落，属正常现象，所以它经常会被叫做天宝花。沙漠玫瑰刚开始被发现的时候，只有单瓣的品种，只有一圈花朵花瓣。后来在2006年的时候，在东南亚地区就发现了一些2圈花瓣的品种，以此为基础，就杂交培育出有3圈花瓣的品种，就是平常我们看到的重瓣沙漠。沙漠玫瑰原本是生长在非洲地区的，一般是生长在肯尼亚和中东阿拉伯一带的沙漠地区，它们能够忍受比较干燥酷热的环境，在温度过低或浇水不足的时候，沙漠玫瑰就会进入休眠的状态，在夏季过度高温的时候，沙漠玫瑰也会停止生长。沙漠玫瑰也叫天宝花，它的大肚子可是天生的，绝对不是后期人为改造，因为长期生长在贫瘠干燥的环境，它不得长出粗壮的根茎来储存能量。作为沙漠玫瑰的能量库，大肚子也是判断沙漠玫瑰是否健康的关键。坚硬的肚子说明生长趋势良好，软、萎缩、有腐烂现象的肚子则说明有问题。而沙漠玫瑰的肚子是与生俱来的，一般播种出来的苗都带有肚子，而剪下来的花枝扦插的就没有肚子。大家购买时也要注意了，尽量挑选带有肚子的原生苗。但别看沙漠玫瑰的肚子大，其实它的根挺短的，不适合用太深太大的花盆，应该是浅一些的花盆，盆底要垫些瓦片、陶粒、大石子之类的，提高透气性，防止盆内积水烂根。另外，我们购买沙漠玫瑰时，如果碰到正在开花的沙漠玫瑰的话，也不要忙着开心，以为自己捡到宝贝了，因为现在很多沙漠玫瑰的开花效果是激素的作用，也就是常说的激素苗，这种植株买回来后就频繁出现养护问题。沙漠玫瑰在风水上有聚财的寓意，它的粗壮枝干象征着坚实的财富根基，盛开的花朵则代表财运的绽放。将沙漠玫瑰摆放在家中的财位，通常是东南方，能够帮助聚集财气，增添家庭财运。不过记住，
花开的越旺，寓意越好哦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内容，希望帮助到你。如果有其他问题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喜欢我的内容，请点赞、关注并转发。感谢观看，感谢粉丝的喜欢和支持。